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今天来补上翻新后一直都没重新讲解的巴特兹。那之前的旧片其实看的人还蛮多的，但是应该都是点进去才发现是旧版本就离开了，所以这边我们就不管以前的技能组是怎样了，把现在什么的都全部重新讲解一次吧。首先巴特兹的被动，只要用技能造成伤害就可以叠加被动层数，恐龙会变大只，下一次技能造成伤害往上叠加时，被动层数的持续时间也会重新计算，提升层数也会增加自己的防御跟韧性。防御很好理解，就是被打会比较不那么痛，韧性的话就是说被控制的时间会比较短一些。那通常对于晕眩跟缓速会比较有感觉，和魔防鞋效果是一样的。然后当我们把被动叠满之后，普攻会变成踩一下的强化普攻，对范围1圈的敌方单位造成伤害，而且会有短暂的缓速效果，还可以刷新被动层数的持续时间。再来一技能指定扇形范围吐口水，造成2次伤害，也就是说一次技能可以为我们增加2次的被动层数。技能的攻击范围也受被动的层数影响，层数越高，范围就越大越远。而技能一样也是有2段伤害，一样也是可以为自己叠2层被动，第一下立即造成伤害跟缓速，1秒后再次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伤害，并将他们向自身拉回到指示器的边缘。也就是说，超过指示器的距离的话，是不会把目标拉到自身旁边的。再来大招，按住不放，开始蓄力，然后可以指定方向冲锋出去，把人给吃掉。蓄力时间也会影响冲锋的距离，吃掉的时候属于压制效果，无法被决绝的大招给救出来，并且敌人在我们嘴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调整方向，一段时间后再吐出来。吐出来的敌人撞到墙壁会再被晕眩，往敌方英雄身上吐也可以晕他们。而且我们在蓄力和吃人的期间都是属于免控状态的，所以也可以拿来当做保命的手段，或是要拿大招的位移来逃命也行。但有时候也不一定要位移逃命，只需要免控就好的话，也可以在利用完免控效果后，把大招拉到取消施法上做取消，还能返回技能的 CD 时间。也常常大招按下去想吃人却没了机会的话，就要记得在蓄力结束之前赶快做取消，否则蓄力完毕没取消，它并不会返回技能的 CD 时间，那就亏大了。还有就是我们的大招也可以搭配瞬移，冲出去距离不够的时候可以搭配使用，给敌人出其不意的控制，或是吃了人之后也可以接瞬移，把敌人强制带到让敌人逃命的距离更长，或是队友更好一起追击的相对位置，更或是带到防御塔内来击杀。再来出装跟徽记，巴特兹大概分为2种派系，一种是肉到不行，撑血量跟防御，因为巴特兹的技能系数是有看自身的生命值的，所以自身的血量提高也会提升伤害，但其实撑血量的伤害加的也不多，优点就是硬到没天理。也有另外一种派系是撑血量跟伤害，甚至可以用百战神斧搭配雷霆腰带再加无尽对决，这样的话会有很多的真实伤害。徽记也是看情况来选择，千万不要死脑筋，或是觉得怎样才对，怎样就不对了，没有这回事的。打经验路还是打野的要求也会有点不同，打线的话更注重于消耗战及持久能力，打野的话更注重于跑速跟伤害。那装备跟徽记自己看看就好，我就不细说了，因为其实快要装备大改版了，到时候我会再另外做一部关于出装的概念讲解。那这边我们就来看实战了。那其实巴特兹打线明明就很强势，但还是得撑到有守护者之盔出来之后，才能体现出恐龙很生猛的感觉。所以大部分世界排行上的玩家是把巴特兹拿来打野的，缺点就是少了在大招吃人时搭配瞬移的乐趣。还有另一个缺点就是巴特兹虽然打野算快的，但是不能位移啊，所以支援跑线跑图的速度也会比一般正统的打野来得慢的非常多。还有一个缺点，我们
们待会会说。那优点的话就是很硬又不施打伤害的能力，敌人会觉得非常的烦。如果队友又有补血系的辅助的话，会非常的夸张生猛，完全符合恐龙的形象。而且打野的话，有无限的野怪和兵线来给我们叠被动，通常来说被动不太会断掉。哇，那这边我没有意识到薯片还在跟敌人拼命，我把我的2技能给放掉了。那我是运气还不错，走过来刚好有个残血，我吐个口水就被我给杀掉了。莉莉娅也残血了，敌人也还有3个人，所以我也是不可能继续追击了。先回自家收蓝 buff， 虽然我很大只，敌人可能3打1也打不赢我，但是我只剩我自己一个人，还是算了吧。而且照常理，敌人根本不该出现在这的，河道花在另一侧，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意识到薯片跟敌人拼命的原因。那现在这边也是巴特兹打野的优点，很多敌人都会抢河蟹，但是我们从最远处的草丛走进来，他们如果离太远是看不到我们的，搭配上大招冲出去的距离，常常都能收掉正在抢河道花的敌人。然后再补充一点，大家可以拉回去看刚才在河蟹那边的牛是有被我2技能的第2段拉到晕眩的，那就是2技能丢出去之后，我们也可以用走位来调整2技能的轨迹。那现在这边则是薯片没胆没种进去1技能晕一下，我们就能全部收掉的东西。而且他那边断兵线会害死花火无法正常发育的，那我没血了也可以打下这个小野怪回个血。结果薯片走了，换个没4级的莉莉娅来这边浪费时间，也不赶快上，害我们这边浪费这么多时间，敌人都已经复活走回来了。你有看花火没血想追，我用2技能把他劝退，结果花火还停下来回头发技能，这牛开心的不得了，在那边按表情，但是我刚好大招回好就把它给吃了。不过我刚才如果往前走，不要往回家的路上走的话，或许就不会害到花火了。不过也是因为这样，才可以把它吐到防御塔范围内的墙壁上，也顺便让中路兵线都被薯片吃掉的莉莉娅升到了4级。那这个拉野怪也是维持被动的方法，没这么做的话，也许走到乌龟那，我们恐龙就变小，硬不起来了。也是因为刚才在上路被支援来的队友们浪费了那么多时间，又不赶快上，导致我赶不过来抢乌龟，白白便宜了对面。幸好莉莉娅有换到卡琳娜的人头。那现在由于我这场是单排的关系，我不想冒险去对面抢敌人的红 buff， 而且我们有薯片，他又有大招，所以我果断回家收野怪，先保证自己的发育，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们走传送门支援。然后这边我是觉得敌人的控制挺多，主要输出也都是法术攻击，所以我把物防鞋换成了魔防鞋。哎呦，我这边一不小心就踩到了这个箭头风啊！这就是我前面说巴特兹打野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在这里了。蓝区的箭头其实还可以绕过去，但红区的是完全绕不过去的，一定会踩到。因为我们非常大只，窄小的通道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友善。待会还会有经过红区的时候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，是完全闪不过去的。那这场的话其实比较特别一些啊，我们有薯片的大招，所以我们不过去支援，回家收野怪收红 buff。当然薯片有把握可以打赢会战，不开大招就更好了，我就这边专心做农夫就可以了。而且其实像我这样乖乖刷野怪的话，经验跟等级是会比线上的英雄高出许多的。那现在这边因为我离我的队友距离太近了，所以我勉为其难过来吐个口水，假装帮忙一下就离开了。哎呀，这边糟糕，我刚才没有吐到敌人呢，所以我待会就会变小了。其实刚才在下路还有一个炮车是存活的，我应该用普攻踩它一下，这样就可以维持我的被动层数了。所以我经过中路就偷偷的把莉莉娅的兵都给喷掉了。哎呦，这边我们的薯片抓到敌人的沙下了啊，但是沙下交了瞬移，可是我们的薯片不敢进去，那这边没戏唱了，我就站在他的传送门上面2秒，先回去收蓝 buff。哎呀，莉莉娅也不敢进去啊，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我好不容易在中路通偷喷了6成被动，结果被他们这些天才们搞了这一出要上又不上的，搞得我现在又软掉变小了，得重新培养情绪。而且他们还在乌龟出生的时候跑到全部都在另外一侧的上路去，想当然这条乌龟就又送给了对面了，这我一个人也是没有办法的。那有敌人在我们的1技能范围内，我们没事就把它喷一喷，这样也可以维持我们的被动。然后这边我其实是想离开了，但是薯片一个人在那边，而且他也没有大招啊，出于不得已我也只好在后面稍微陪他了。然后呢，他现在安全了，我往上面来看看，路过刚好看到河蟹没血了，吐个口水，
河蟹直接变成我的了。那个经验卷轴是不用去捡的，它提供的经验非常的少，原则上只有4级之前会比较有效果一点。然后刚才我们路过箭头峰，就是没有办法穿越过来了，太窄了。当然我们没有被动，没有那么大只的话，当然是走得过去的。可是通常来说，我们就是玩巴特兹，就是要一直维持在自己这么大只的状态，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想上人就直接上了，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准备时间。哇，那这边我的2技能空了，因为薯片的2技能是会把敌人击退一点点距离的。那其实我刚才踩那只牛这么顺畅，我是有点意外的，因为它还没有出统御圣盾呢。关于这一点也是巴特兹的缺点之一，因为我们巴特兹的攻速其实非常慢的，每次打到有出统御圣盾的敌人的时候，我们通常就会感觉自己的脚好像变成残废了。那这边敌人都知道我们在这边了，所以我的用意就是劝退一下敌人，然后协助花火拆塔。但我是直接离开了，因为我知道我的队友们都很胆小，不敢赶快直接上人，那我一下子就会被害得变小了，所以我直接往中路走。哇，我没有喷到卡琳娜，有点可惜。那我们的被动时间到了的话，其实还是有一些缓冲时间，而不是直接归零，是会慢慢的扣层数变小，所以我们只要在被动还有8成以上，对任何敌方单位吐口水，就还是能维持满层被动最硬的状态。只剩6成以上的话，再加个2技能，也可以让我们的被动瞬间叠满。那现在这牛我们大概是追不上了，因为我带的是血刃猎杀。不过这牛不知道为什么在草丛里面等我，我也是不太能够理解。那像这种很薄的墙壁，我们的大招是很容易就能飞跃过去的，几乎是点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再说一下猎杀鞋，其实冰刺猎杀对恐龙也很好用，因为对敌人按下去之后可以加速，也等于是个弱化的冲锋了。正常来说，刚才不应该能追上牛的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牛这么配合的留下来让我追。那血刃猎杀则是因为我们恐龙的血很多，效益最好的，等于多了一个伤害技能，各有优缺点，我们看心情来选择就可以了。那这边现在我先配合一下队友们来包夹一下沙夏。不过我看到牛也在，而且薯片开了传送门，敌人位置都不好，我们果断支援，莉莉娅也过来了。但是莉莉娅不是来帮我的，而是趁我在啃卡琳娜的时候，用火焰爆弹帮她逃命。花火也跑来共襄盛举，艾斯美拉达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竟然还敢走出来，我就直接把她给吃了，再吐到墙壁上，直接刷了条如神一般 Godlike。不过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大招吐出来有敌人就丢敌人，没敌人才丢墙壁。例如像刚才凡克莎娜，假设对我们的恐龙技能不熟悉的话，离我们更近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把艾斯美拉达吐到凡克莎娜身上，那就会更爽，可以一脚踩2个美女。不过很可惜，凡克莎娜是比较没有那么笨的，并没有配合演出。好，这里抢一下河道花。那现在其实没什么事情啊，我们就继续刷个野，然后薯片送个头，西西也送个头。但是我看到花火真想要拿我的红 buff， 那我这边就只能让给他了，因为中后期来说，射手拿红 buff 的效益会比我拿红 buff 的效益来大的非常多，特别是对于普攻型的射手，可以把红 buff 的效果发挥到极致。那这边上路兵线被推进来了，我必须在这边稍微守一下。结果莉莉娅也跑来了，她甚至还觉得自己是指挥官，但是我一点也不想理她。现在的重点应该是要立即支援花火。还好对面的凡克莎娜不敢跟着他们的艾斯美拉达一起冲，而且也因为刚才在前面我有把红 buff 让给花火的关系，他就可以很好的利用红 buff 的效果，自行把艾斯美拉达放风筝，把他给折磨死了。然后这边我连画面都不想拉过去看，就知道根本不需要去支援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莉莉娅在小地图的动向，是不是半点毛都没摸到呢？莎夏在上路，艾斯美拉达也早没了。最好的分辨的就是薯片连大招都没开，就代表他觉得根本不需要我们支援就能打赢了。然后这只牛又跑来配合演出，但是我的2技能应该要往他们家的方向指定丢出去才对，这是失误，所以用大招吃他留下。牛胶瞬移还好2技能够远够伤害。薯片开了大招，我也是过来看我的队友会不会一起过来强上他，但是并没有，大家都很专心推塔，所以我继续回到中路喷小兵，继续维持我的被动层数。然后看到这莉莉娅一脸就是会发技能把小兵清掉的样子，我也就把小兵踩掉不留了。其实对于巴特兹来说，留个小兵叠被动是常常需要用到的技巧，但是也要看队友懂不懂。那刚才我本来
来是要回头去打领主了，可是我看到我们的 CC 已经勇往直前冲进去了，我也只能跟来看看。还好我们在有10层被动最硬最大的状态之下，1技能吐口水的距离刚好可以吐到反克萨纳，然后这只牛又帮我演了一出，拉回来先1技能再吃下来，又可以1技能，这也是伤害最大化的连技。那这边薯片召唤我们防守卡琳娜，不过我这边其实喷一下就该走传送门回去了才对，还比较能够帮忙包夹卡琳娜。但现在更要紧的是要维持被动，我们1技能空了再补2技能，不然我们只要被动开始掉层数，不赶快用技能弄敌人的话，一下子就阳痿了。所以我们要拼命找不同的目标，才能维持住我们又大又硬的状态，实在是非常累。那现在薯片示意我们打领主，他想偷推，那敌人可能会去守他，而且卡琳娜还没复活，所以我们这边直接开领主了。虽然我们的 CC 还没到，但就算我不想，莉莉娅也已经开吃了，只能配合。而且虽然可能必须要3打4，但我有猎杀，对面没有。不过他们只来3个，当然我们就不可能打输了。最差的情况也可能是3打4，然后我们打输又掉领主，但其实也没有关系，因为那样的话薯片应该是可以换掉一座高地塔。那这边虽然薯片把大家都叫过来，我是直接回去了，因为其他路兵线都还没有到，而且游戏时间还没有12分，高地塔是会炸兵的，搞一个不好，甚至其他3个敌人可以推我们2条线，所以我先去带中路兵线，再过来支援。花火死掉了，敌人一定以为他们吹起反攻号角，我们薯片去搞卡琳娜，那这边我肯定是必须要教训一下他们，让他们感受到一下我一个干3个也能坚挺到底。而且艾斯梅拉达并没有帮忙打会战，虽然我刚才用大招突刺心机了，并没有突到人，不过2技能还是非常好用的，把他们拉回来了好几次，而且就算没有拉到人，也可以限制敌人的走位。虽然现在这个放歪了，不过吐个口水就把卡琳娜给恶心死了。莎夏又在我面前开大招，刚好让我更好拉他，在塔的范围内造成伤害后，防御塔才会开始打我。回头先把塔给拔了，再继续恶心艾斯美拉达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脚下的那堆小兵，挑了一堆密密麻麻的白字，那就是真实伤害。这场我走的是血量攻击的派系，也就是我前面介绍的最后一排的出装，可见若是出第1排的话会有多硬了。那巴特兹大概就是这样了。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玩巴特兹的，不过其实我更喜欢拿巴特兹去走经验路。那这部上打野的话，就是因为世界排行大部分都是拿巴特兹来走打野的，搭配瞬移的用法已经放在片头的介绍了。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了，从头硬到尾又要一直动，实在是非常累人，我必须要好好休息了。哦，等一下我再分享一下，因为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怎么分辨人机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结算之后再开个房间，点最右边那个时钟图案，就可以看到刚才的队友状态了。如果敌人全部都是离线的话，那就真的都是人机了。而且不得不说，人机有时候比玩家还要强好几倍耶。人机会反野，会听队友灯号，会抢乌龟领主，猎杀也比玩家准好几倍，也会闪大，会大闪，只差杀了敌人之后不会按回城嘲讽敌人了。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到这边了。我是小雨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期再见了。